穿越北极圈下集，我们将穿越3国边境，走进挪威的峡湾小镇，探访北极之门 Tromsø， 最后抵达 Baltic Sea 的中世纪童话 Kallen。早。在拉普兰的第6个清晨，我们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告别这片留下无数回忆的白色大地。 Right now we are going 1.5 hour to reach toilet stop. After that we will take another 2.5 hour to the restaurant. 2 days right, we are going to stay at Scandinavic, so we'll be heading to Norway. Today and tomorrow we staying in Norway. 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段漫长的旅程，从芬兰出发，穿越瑞典，最终抵达挪威。今天的行程非常遥远，但窗外的风景从不让人厌倦。冰天雪地，优美宁静，简约而不简单，这就是北欧的魅力。Hey guys, reach almost like 4-5 minutes. Yeah, toilet stop. The extra station only one toilet, only one. If don't go, you have to wait until 2.5. Yes, 2个半啊，等一下下一天。The next stop will be 2.5. 中途的加油站也是唯一的厕所站点。过了这一站，下一个休息点需要2.5小时的车程。在北极圈内旅行，每一个停靠点都显得格外珍贵。车子继续前行，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进入了瑞典的国土。没有明显的边界线，只有不变的雪景。漫长的路程之后，我们终于抵达瑞典最北端的城镇基律纳 Kiruna。基律纳这座位于瑞典拉普兰最北端的城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地下铁矿。那些穿梭在雪原上的火车，正是将铁矿石运往挪威纳尔维克港 Narvik 的重要工具。是吗？太冷了，不给我手麻痹了。哦，那里面什么的？里面是那个桌子。傍晚时分，气温零下4度，我们继续往挪威方向前进。越过瑞典边境，2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挪威的纳尔维克。就在 Scandic。今晚我们入住 Scandic Narvik， 抵达纳尔维克时夜已深，城市的模样看得不太清楚，只有路旁的小花已经被雪包裹成一个个小雪球，静静地守在路边。今早的纳尔维克天气格外晴朗，酒店为大家准备的早餐也格外丰盛。Good morning， 这么多哇！这里太多面包了。在这片北极圈以北的土地上，一顿温暖的早餐就是一天最好的开始。纳尔维克，挪威北部诺尔兰郡的一个城镇，位于北极圈以北。它坐落在群山与峡湾之间，拥有壮丽的北极景观。这里的港口是一个不动的深水港，最初是为运输瑞典基律纳的铁矿石而建，至今仍是重要的交通枢纽。2022年，一部名为《纳尔维克》的挪威电影，让这座小镇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影片以2战为背景，讲述了1940年纳尔维克战役期间，一个挪威家庭在战火中的生死抉择。如今，和平的雪覆盖了昔日的硝烟，但历史依然留存在这片土地的记忆中。告别纳尔维克，我们继续北上，一路上白雪纷飞，偶尔还会遇上纷纷扬扬的大雪。大约3个多小时后，我们抵达了挪威北部的特罗姆瑟小岛 Troms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著名的北极大教堂 Arctic Cathedral， 它独特的三角形形状酷似一座冰山矗立在雪地之中。教堂墙壁上宏伟的彩色玻璃窗在灯光下耀眼夺目，是这里的一大亮点。在大教堂附近，我们乘坐菲耶尔海森缆车 Fjellheisen Cable Car， 想要俯瞰这座北极之城。可惜大雪纷飞，天色阴沉，窗外什么也看不清楚。画不啊 One round up, one round down. ？One up, one down。但有时候看不清也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在一片白色中感受天地之间的纯粹。缆车下来，
大家童心未泯，跑去摇晃路边的松树，积雪纷纷落下，洒在大家的帽子、肩头和笑声里。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成了今天最快乐的瞬间。特罗姆瑟 Tromsø 被称为通往北极的门户和挪威北部之都，它位于北纬69度，深入北极圈350公里。在这里，北极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触手可及的现实。来到特罗姆瑟，有一个地方几乎是所有游客的打卡点，全球最北端的麦当劳餐厅。它位于北纬69度，是当地的重要地标之一。虽然只是一家快餐店，但在这个纬度，它已经成为一个象征。今天的特罗姆瑟大雪纷飞，但街上的行人依然络绎不绝。大家穿着厚厚的冬装，穿梭在各家商店之间。好了，看来大雪并没有影响大家逛街的心情。顺便买一支冰淇淋来尝尝。其实这更像是在咬冰淇淋。零下的温度里，冰淇淋变得更加坚硬，但那份甜蜜却在口中慢慢融化。在北极的雪中吃冰淇淋，大概是最北欧的体验之一吧。特罗姆瑟的酒店住宿提供的欧洲早餐总是格外丰富。在寒冷的北极早晨，一顿饱足的早餐是对一天旅程最好的致敬。今天早上天气格外晴朗，没有下雪，阳光洒在雪地上，整座城市都亮了起来。游乐场上，孩子们在雪地里奔跑、滑雪、堆雪人，笑声传遍整个街区。昨晚的大雪在马路上积了厚厚一层，辛苦的工人们早早开始清除积雪，让城市恢复畅通。在这座北极城市，除雪是冬季每天的必修课。挪威北部的海港坐落于海湾峡谷之中，风景线超美。远处的雪山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仿佛一幅静止的画。这里的美不需要任何修饰。它的雪这么多，这么高。在海港边有一块传奇的石头，它属于爱迪斯·汉森，一位当地的渔民，以惊人的力量闻名。传说他曾扛着这块重达371公斤的石头，从岸边走到一家拒绝向他售酒的商店，堵住了店门。如今，这块石头成为了特罗姆瑟的传奇地标。在特罗姆瑟，还有一间世界上最小的酒吧之一，面积只有3.6平方米。这间酒吧自1911年起就开始营业，如今已被认定为受保护的文化遗址。小小的空间里藏着上百年的故事。正值佳节，特罗姆瑟的广场上充满了欢乐的节日气氛。摊位上售卖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品，还有琳琅满目的北欧食品。在北极的冬日里，这样的市集温暖了整个城市。This is the Aurora ham. We call it, local name is Umberto, but we also call it Aurora ham. It's very delicate. This is the Sami product. It's pure reindeer meat. On top of the fish cake, I put my family, that is dried caviar. Wow. Yeah, it's a caviar. Yeah, I pick fresh fish eggs in the wintertime in March. And then I salt it and I dry it outside. Wow. It takes 4 months and it becomes very, very hard, like that. Oh. You can put it on top of the fish, it's very delicious. 今天，我们从挪威最北部出发，直飞芬兰的赫尔辛基。原本只是一段普通的航程，却给了我们此行最大的惊喜。北极光竟然伴着我们飞行，在万米高空之上。那些绿色的光带仿佛触手可及，
与我们一同穿越夜空。抵达赫尔辛基，我们直接登上了前往塔林 Tallinn 的邮轮。刚才有去问他们的 day trip how much they paid for the day trip， 5000出咯。塔林邮轮上人山人海，少不了我最喜欢的老虎机。从北极的寂静到波罗的海的繁华，旅程的节奏悄然转变。邮轮上的餐馆食物总是超丰富的，这里也不例外。从北极的简朴到邮轮上的丰盛，这一餐仿佛是对整趟旅程的犒劳。塔林 Tallinn 爱沙尼亚 Estonia 的首都，波罗的海 Baltic Sea 沿岸一座迷人的城市，它融合了中世纪历史与现代北欧文化，拥有古老的建筑、鹅卵石街道和汉萨同盟时期的遗迹。塔林位于爱沙尼亚北部，距离赫尔辛基以南仅80公里。它是一个热门、繁华、交通便利的邮轮停靠站，也是许多北欧之旅的最后一站。在这里，中世纪的童话与现代的生活交织在一起。塔林老城的中心是市政厅广场，这里下城区的核心，周围环绕着咖啡馆和13世纪哥特式建筑。全年都会举办各种集市和活动，是餐饮、观光和体验城市中世纪氛围的热门目的地。哎呀，好可爱呀！这个小小而已。走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仿佛穿越回了汉萨同盟的辉煌时代。哇，这里 is all the facts。Our land, in Estonian language, we call it Eesti first of all, and Estonia, but our folk name is Maarjamaa, land of Mary, Maryland. Danish king, his name was like from Harry Potter, by the way, Voldemort. Voldemort, yes, Voldemort the Victorious, that's the name of his Danish king. And so with this help, he defeated local Estonians, established a lot of churches, a castle, and we lost our land. From that moment, we started to call this place Tallinn or Tallinn, that means Danish town or Danish stronghold, and still it is. 北欧之旅已近尾声，在赫尔辛基，我们参观了西贝柳斯 Sibelius Park 公园内的纪念碑。这座独特的雕塑是为了纪念芬兰著名作曲家让·西贝柳斯 Jean Sibelius 而建，如同一曲凝固的音乐，伫立在雪中，为这趟旅程画上一个优雅的句点。北欧冬季的白雪世界，一趟人人都向往的旅程。从芬兰到挪威，从瑞典到爱沙尼亚，我们穿越北极圈，追逐极光，邂逅驯鹿，品尝帝王蟹，漫步在中世纪的街道上，每一个瞬间都成为记忆中最珍贵的画面。你是否也动心了呢？记得下回冬季，请准时报到，来度过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特别的北欧冬季。感谢观看，再见北欧，再见冬季。